Hello，大家好。之前我在 WebUI 里头给大家去分享过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的使用，也有宝子在我评论区留言，让我分享一下 ComfyUI 里边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它的一个工作流是怎么去搭建的，怎么去使用的。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简单的给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去下载这个插件，那这个插件不要下载错了，下载这个 Animate Div Evolve 这个插件，然后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你先来到这个页面，然后往下滑，看到这个板块，这里呢就是结合这个 Animate Div 使用所需要的各种节点，之后再给大家去分享这个节点的使用。我们再往下看到这里，这是安装，作者推荐是在管理器当中搜索这个插件的名字进行安装，也就是这样的。你先启动你的 ComfyUI， 找到你的管理器，那这个管理器呢是需要单独去下载安装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个插件安装的那个视频。然后我们点开这个管理器，点第一个安装节点，然后右上角这个地方它有个搜索，你搜索这个插件的名字，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这个插件，就是第二个 Animate Div Evolve， 不是第一个，是第二个。然后你点后边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好了之后，你就会像我这样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卸载，一个是禁用。那么你安装好了之后，你直接关闭就可以使用了。这是第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手动安装。那手动安装都是放到这个文件夹里边的，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往上。就是这里有个绿色的图标，你点它，这里有一串命令，我们点击这里复制，好了之后我们回到文件夹，找到 ComfyUI， 然后点进来，进入到它的根目录之后，我们找到刚刚提及的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在这里我们鼠标右击，在终端中打开，那你会弹出这个窗口。如果你没有那个在终端中打开，那你就在最上边这里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按 Enter 键。你也可以进入这个窗口，在这个窗口里边，你输入 get clone， 然后粘贴我们刚刚复制的那个指令，按 Enter 键进行运行，它会自动下载这个 Animate Div Evolve 这个文件夹，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我就不运行了。然后好了之后，你直接重新启动你的 ComfyUI 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呢，我们也是回到这个页面，然后这个绿色的图标里边，然后这里我们可以下载压缩包，下载好了之后你要进行解压，解压过后的那个文件同样是放到这里边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文件。同样放进来就行了，放到这个路径，然后好了之后，重新去启动你的这个 ComfyUI， 因为我这边已经启动过了嘛，所以说我就不再去重新启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该怎么去使用这个插件。我们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首先我们要去下载它的这个模型。首先我们要去下载它的这个模型，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那个 WebUI 里边，你更清楚一些。这个是我们 WebUI 的那个页面，对吧？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插件，这个插件这个地方就有这个动画模型是需要我们去下载的，也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就告诉了你这里地址 Hugging Face、谷歌云盘、Swift AI 都可以进行下载。比如说我们点开。然后进入这个页面，那我建议是下载这三个，一个是 V15 V2， 也就是 V2 版本，还有针对 SDXL 的这个版本，以及下边的这里 V3 版本，是下载这三个，建议是这三个。然后你点后边的这个箭头进行下载就可以了。下载好了这个就是动画模型，那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就是同样进入 ComfyUI 里边，点进来，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夹，点进去。进来之后找到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 Animate Div Evolve 的这个文件夹，点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个 Models， 我们点进来，把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运动模型，我建议的那三个，然后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它也告诉了你，就是把这个运动模型放到这个，然后下面就是这里，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运动的 LoRa， 那它也是说的是放到这个文件夹，它是怎么样的？也是我们刚刚就是下载那个运动模型的那个地方，这里有很多的 V2 版本的这个 LoRa， 它是控制镜头运动的，都可以进行下载。然后，这个下载好了之后，我们就放到这个文件夹来，也是这个是我们放这个运动模型的。我们回到上一个文件夹，就是这里有个 Models， 下边就有一个 Motion LoRa。
这是这个地方，我们点进来，把我们刚刚下载的 V2 版本的这个就是运动 LoRa， 然后全都放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里是它的各种的介绍，大家下来都可以去看一下的。然后这个是这个插件它的节点的一些介绍，等会儿我们都会去使用，我们之后再来看。然后我们再往下，这后边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呢是最基本的纹身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然后这个最简单的呢，你就是把这个工作流点到它，直接往这个 ComfyUI 里边去拖动，它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里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运动的模型那3个建议的，然后比如说我 V3 版本，然后大模型，比如说我改一个大模型，我就随便点的一个，然后其他的我都不改吧，然后这个套工作流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我们点它，就是你把你所需要的参数改好就可以使用。当然你点进来之后嘛，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可能会少节点，就是少这个，就是这个节点，这个视频合并的节点，它会报错，它会显示这个是红色的，那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这个导入进来之后嘛，然后你点这里的管理器，然后这里有一个安装缺失节点，就是第2项，你点它，它就会搜索到就是你缺失的这个节点，然后你进行安装就可以了。这是最快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节点它不是叫这个名字，它是叫这个名字。我们回到这个页面，然后往上，就是最上边，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叫这个名字 Video Helper Suite 这个名字。它就是我们视频合并的那个节点所需要的。当然，你可以在这个链接里边，比如说你打开这个链接，然后这个链接它的这个插件的安装方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Element Diff Evolve 的那个插件安装方法是一样的，我就不再去说了。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在这个页面进行查看。然后我们回到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已经生成好了，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动图。然后这一套工作流呢，它怎么自己去搭建？因为自己去搭建一遍的话，你可能更熟悉、更熟练一点。那我们先清空，我们怎么去搭建的？我们还是先回到 WebUI 这个页面来。可能你这个要熟知一些，那我们就是纹身动画，对吧？那我们先以纹身图这个案例来说，那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然后这里 V 页，还有跳过层，以及它的正反向提示词，以及各种参数，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的一个工作流，这是我们需要的，对吧？那这个 ComfyUI 之前我也给大家去说过，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工作流，你可以直接加载这里默认的这一套工作流，就点击加载这里默认的工作流。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就是它的最初的这个默认的工作流。然后在这里呢，它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少了一个跳过层，对吧？那跳过层的话，你也可以去添加的，就是直接这个 clip 这里我们直接拉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停止层，就是这个跳过层我们叫的。然后呢，这个是输入端，输出端的话你就连向正反向提示词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就连好了。然后，那这个地方我们改个名，改个颜色，就好区分一下。这是正向提示词，这个是反向提示词。然后这个是尺寸，对吧？然后这是采样器各种的参数。然后我们往后，这个是 V 页，V 页的话它是连接的模型的 V 页。如果我们想使用自己的 V 页，那你可以断开这里。然后我们这里拖动就是添加自己的 V 页，这里有个 V 加载器，你可以添加自己的 V 页，比如说我想添加就是这个 V 页都可以。然后这里是保存图像，这里呢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一套最基本的纹身图工作流了，就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回到 WebUI 这个页面，这里好了之后，我们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 Element Diff 这个插件。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运用这个模型，对吧？动画模型，那我们肯定要去添加这个节点，我们就在上边鼠标右击，这里新建节点，然后这里往下，你看到这里没有 Element Diff 这个插件，我们点它，然后这个地方 Element Diff Loader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加载进来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加载我们刚刚的那个动画模型，就我下载了3个，对吧？比如说我用 V3 版本的，就是这里。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连接了，这里有个输入端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大模型进行连接。
然后这里 model， 然后它有个输出端，这个输出端呢，我们就跟我们的采样器的模型的这个地方进行连接，它就这样进行连接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动画模型好了之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些输出格式，然后它的总帧数、帧率就是控制视频的长短，对吧？还有循环次数这些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怎么去添加？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它就是在最后这里呢是保存的图像。那现在我们是要保存它的动图，对吧？保存动画。那我们这个 VE 解码器这个图像这个点，然后我们往后边拖，然后这里我们新建节点下边就有这个。就是 Video Helper Suite 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点它，这里有一个就是视频合并的这个节点，我们点它就可以进来了，就是这个视频合并的这个节点。那你可以看到里边的内容，这里呢就是它的帧率，这是每秒8帧，然后这个是循环次数，然后这里是输出格式，比如说这个输出格式我们想换成 MP4 的这个格式，那都可以。然后这里是8帧。如果我们要生成2秒钟的视频，2816，那我们这里图片尺寸这个地方批量大小，我们就要设成16，就生成16张图，它就是2秒钟的一个视频。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纹身动画的这一套工作流了。那怎么去运行？我们肯定要改参数了。这个地方呢，去选择你喜欢的大模型，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然后这个跳过层，你就设一个这-2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动画模型，我就选的这个 V3 的一个版本。然后这里是正反向提示词，比如说我就用这个，正反向提示词填好了之后，然后这里采样器，采样部署，然后 CFG 我就固定吧，我就不改了。然后大小我就512×512，我也不改了。然后这里这个 V1 加载器我就用这个吧。然后其他我都不改，然后这后边我们就默认了，我刚刚已经改过了。然后这一套工作流已经把参数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进行运行了。就这儿，这里需要稍微等一下。好，这里已经生成好了，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动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可以的。那么这里我们是生成的2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图，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换一下，比如说生成48帧，也就是6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可不可以？我们直接点生成，你可以看一下，它是直接报错的，因为在这个动画模型，它只支持上限是32帧，它不支持48帧的。那这里能不能去解决这个时间的限制呢？它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边。这里有一个节点，它是统一上下文的一个节点，我们直接拖出来，然后点最后的这个，添加这个统一上下文的这个节点，然后在这里你是不是看着很熟悉？这些参数它是哪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回到 WebUI 的这个界面，然后在这个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里边，看到没有？这个上下文批量大小，然后这里还有这个步幅以及重叠的次数，对吧？这里。就是这3个参数，也就是在这里进行调节了。那因为是 SD 1.5的，它是以16帧进行，就是说训练的，所以说这里是默认16是比较好的。然后其他我就默认吧，我就不改它了。然后同样这个地方我是设置的是48帧，我们重新运行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就可以运行了。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视频还是非常丝滑的，这是6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插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控制它的运动的一个方向，对吧？然后我们之前在 WebUI 里头就是借助这个 LoRa， 然后它的一些运动的模型，也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那这个怎么去使用呢？我们在 ComfyUI 里边同样是可以去使用这个运动 LoRa 的，就是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第3个节点 Motion LoRa 就是在这里，然后你直接拖出来，然后最后这个添加这个节点。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就可以控制它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运动了。比如说，我就随便选一个，而且这个呢，它是可以在这里堆叠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再往这里拖出来，然后可以再次去添加这个运动的，就是它的一些 LoRa， 它是可以直接添加的。为了省时间，我这里就去掉这个吧。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些权重，你也可以去调节的。好了之后，我们比如说看到这里，我们同样的，然后点击这里生成，这里等的时间比较长，等会我把它截掉。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镜头的一个运用。那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一套纹身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了。我们把它往上放，缩小一点。那么这3个节点呢，都是 Animate Div 那个插件里边所需要的一些节点，我们都把它改一个颜色吧。就是方便我们之后好区分，我们就改个蓝色。然后像之前的那个纹身图工作流，我们也给它一个颜色，就是好区分一点，就是跟我们之后的一些讲解。我们就改个紫色吧，就这样，这个就好区分一些。然后我们再给它建一个组，建立分组，然后我们给它就是取个名字，然后我们就取个纹身动画这样的名字吧。好，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这样个纹身动画的一个工作流。然后再接着，我们回到 WebUI 那个页面，然后往上。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正向提示词里边使用过 LCM LoRa， 然后进行加速的，对吧？就是结合这个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一起使用。那我们在 ComfyUI 里边怎么去结合一起使用呢？我们同样把这一套最基本的这个工作流复制一遍。Ctrl+C， 然后找一个空白的地方粘贴，按住 Shift 键，然后进行拖动。这是最基本的这一套。那我们之前使用 LCM LoRa 的时候是像正常的 LoRa 一样去使用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像正常的 LoRa 使用就行了。那 LoRa 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这个大模型这后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模型后边拖出来，然后加载一个 LoRa 加载器，点它，然后我们就可以加载 LoRa 了。然后在这里我们就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LCM LoRa， 它是分这个SD 1.5和 SDXL 的，看你的大模型是怎么样的，你就选择相对应的这个 LCM LoRa。那我就是这个 SD 1.5的。那么它的一个下载方式和下载的地方是跟就是说我 WebUI 是一样的。你下载好了之后，然后你把这个 LoRa 你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放到正常的 LoRa 的地方。就是我们回到这个 ComfyUI 这个文件夹这个地方来，然后找到那个 Models 点进来，然后找到这里的 LoRa， 这里 LoRa'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你把你之前下载的那个 LCM LoRa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就可以了。因为我这里没有，是因为我调用了那个 WebUI 里边的 LoRa。如果你想调用 WebUI 里边的 LoRa 的话，那你就看我之前第一个 ComfyUI 的那个部署安装的那个视频就可以了。那我这里就不多说了。然后这里就是添加的这个 LoRa， 然后这模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clip， 这个你就把模型的这个 clip 和 LoRa 的 clip 连接起来，然后后边，然后这里的 clip 和这个标过层连接起来，然后上边还有一个输出的这个模型，那你就和 Animate Div 这里的 model 然后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它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连接的。那这里是使用一个 LoRa， 对吧？如果你想使用多个 LoRa 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往后边添加就可以了。就是你把这个 LoRa 后边模型这里，然后同样就是拖出来 LoRa 加载器，然后把这里的 clip 和这里的 clip 连接起来，然后这里的模型和Animate Div 这里的模型连接起来，然后 clip 和这里的 clip 连接起来，就是做相对应的一个更改就行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这样的，就串起来就行了。就是你想多个 LoRa 共同使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像这里的3D 盲盒，对吧？我就改这个，然后权重我就改低一点。然后这里你注意了，如果你使用了这个 LCM LoRa 的话，它之前那个视频我也讲过，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步数不能那么高，如果高了会出问题。一般是2到8之内，那我们就设个5，
然后这个 CFG 值也不能高，就1。然后这个采样器我就选择是这个 LCM，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ULA 啊，或者是 DPM 加等等之类的都是 OK 的，大家可以下来去试一下，就是这里不要去弄错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是就是48帧吧，然后就是这个生成6秒钟的，然后在这边我先把这个运动的这个 LoRa 然后先屏蔽掉，就是忽略这个节点，我们不使用它，节省一点时间。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其他的一些参数我就不改了。注意，如果你使用了 LCM LoRa， 然后你这个步数和 CFG 一定要去改，这个不要忘了。然后其他的不变，我们就重新去生成。糟了，我忘了上边这里还有，就是它会运行2套工作流，大家就稍微等一下吧。好，这边你可以看一下下边的这一套工作流开始运行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加速，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用了 LCM 的一个速度。同样，因为我这里在用这个 OBS 进行录视频，它还会拖一点速度，还会更慢一些。好，这里已经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上边这个速度要就是慢很多，这一套，比如说我先把这里先取消掉嘛，就是不去运行这一套工作流，然后往下，因为我这边这些参数可能没有怎么去设置好，大家下来都可以去设置一下。比如说我再去运行一下，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采样器，这是我没有进行加速的。这里我已经生成好了，就是大家都可以下来去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使用这个 LCM， 它可以加快我们就是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速度的。同样，我们在这里我们给它就是换个颜色吧。这个是我们使用 LoRa 的时候，是这个。然后同样，我们把这里先取消掉，等会儿不用这个。这是我们第2套工作流，然后我们也给它建一个组，就是新建一个分组，给它一个名字。这个是第2套，就是我们使用 LCM 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文件夹里边，然后往下这个页面里边，然后这个提示词跃迁的这一套工作流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如果想最简单的，就是像我刚刚一样，直接把这一套工作流拖进来就行了。然后拖进来之后，但是你会缺少它的一些就是所需要的节点，它会报错，它是缺少这个节点，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使用提示词跃迁这个功能的话，那你就是必须要去下载这个节点，就是这个插件里边，它要使用这个 batch prompt schedule 这个节点，它是需要去使用的。那下载安装方式我就不给大家去说了，可以看一下插件安装的一个方式是一样的。然后好了之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那这个提示词跃迁它是怎么样的？同样，我们把第1套工作流进行复制，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纹身图工作流，我们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找一个空白的地方粘贴 Shift 键进行拖动。就是这一套就是最基础的纹身图工作流，然后我们要使用提示词跃迁的一个功能。大家还记得我们在 WebUI 里头去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吗？就是这样的，先是写一段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全局的一个提示词，然后再是数字冒号，然后后边呢就给一些它的一些变化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这是结尾，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在 ComfyUI 里边同样也是在这个正向提示词里边去写的，但是它这个呢是有专门的这个节点的。它不是按照我们 WebUI 里边的格式的，
同样，我们鼠标右击，然后新建节点，这里就有我之前下载好的这个插件，然后我们点它，然后找到这里的 Batch Schedule Nodes， 点它，然后这个找到第一个 Batch Prompt Schedule， 就是这个节点。那我们把它放大，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那这里就是它每一帧，然后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最大帧数，这个是你可以写全局提示词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设置。然后具体的你可以回到这个地方，然后进入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它的各种的一些介绍以及使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这里我们直接去使用它，就是这个。然后我们需要去替换掉这个正向提示词的这边。我们需要替换这个，我们改一个颜色吧，把它改成绿色，这是我们的正向提示词。然后你可以放大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最大的一个帧数，比如说我这里要设为48帧吧，那后边的这个批量大小一样要改成48帧，就是要跟这个地方要对应。然后这里它的帧率，我们之前设的是8，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也就是6秒钟的一个视频。我们先把这后边连接一下，不然等会儿我们不能运行。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该怎么去写？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就是全局提示词，你可以填写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是运用这个里边的这个提示词吧。然后上边这里我们是总的是48帧，对吧？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拉大一点。那这个地方它有很多帧，我们可以删掉，最后是没有逗号的。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改就行了。然后比如说像第0帧的时候，我需要它闭着嘴巴吧。然后呢，在后边我写简单一点，这个地方我改成24。我在24帧的时候张开嘴巴，然后最后这一帧的时候结尾我就微笑吧。其他我就不改，我就写的很简单。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像这种提示词跃迁，像你换装啊等等之类的，很多都可以用这个提示词跃迁的功能。然后这里我们就不改了，然后其他的我们都检查一下，这个我们把它屏蔽掉，就是这个运动的落，然后把它屏蔽掉，然后其他我们就不改了。这个地方也是48帧，然后我们点生成，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它报错，就是这里我们忘了连。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直接把这个替换忘了连，然后这里的 clip， 然后它要跟正向提示词连接，然后这里，然后这个要跟这里的正向提示词连接，就是忘了连了，然后重新来生成。好，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有闭嘴、张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看到没？这个就是提示词跃迁的一个功能，大家下来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同样建一个组。好，这个是第3套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然后我们可以接着看这下边，然后它的一些案例。回到这个页面，然后它这里有很多组合的应用，大家都下来可以看一下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还有就是放大，就是怎么把这个动图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一样的，如果大家是有缺失的话，你直接就是这个拖到这里边就可以使用。但是它这一套工作流，它是用的高清修复的一个方式去放大的，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一个，就是高清修复放大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那这个是放大的一个方式，放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方式，还可以利用插件等等之类的。那这里我就给大家去演示一套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利用一个插件进行放大的，就是利用的是这个插件。
Ultimate SD Upscaler 这个插件进行放大的。那这个插件它的下载地址我都有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管理器里边，然后点击这个安装节点，然后在这里去搜索这个插件的名字，比如说我就复制一下，然后直接点搜索，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因为有翻译的原因嘛，它这个 SD 放大就是这个，然后你安装就可以使用了。然后这个是插件的安装，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放大哈。我们还是将第一套就是最基础的这样的纹身图工作流先复制一下，然后在这里粘贴，然后我们把上边这一套工作流这里断开，等会儿它不去运行。然后下边这一套工作流我们要把它连接上。好，这里我们怎么去将这个动图放大？那我就使用我自己的一个方式，我们使用那个插件。那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 VE 解码过后，然后这里拖出来，新建节点，这里有一个图像，这里有个放大，我们使用 SD 放大，这里这个节点就出来了，就是我们下载的那个插件，看到没？这里是它的名字。然后这个插件里头有很多的一些参数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里放大系数我就放大2倍，然后这里我就保持跟前边是一致的，就不改了。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利用 ControlNet 里边的 Tail 模型进行它的一些细节的优化。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 VE 解码器这边，然后这里拖出来，然后这个新建节点这个条件里边有一个 ControlNet 应用，我们点它，然后这里有一个 ControlNet 这个节点我们拖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 ControlNet 加载器，点它，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相对应的一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模型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Tail 模型，然后你看到第二个这个节点，它这里有一个输入的条件，对吧？然后它是跟这个正反向提示词这边是这个节点是一样的，那这个节点呢，输入的这个节点我们就要跟正向提示词这个地方连接，然后输出的这个节点我们就跟 SD 放大的这个节点的正向提示词连接，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负向提示词，我们就跟负向提示词连接，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就跟我们上边的这个 Animate Div 这个地方的模型然后连接，然后这里还有个 VE 我们是使用的自己的 VE， 当然你也可以连接模型的 VE， 看你使用哪个，比如说我使用的是自己的 VE， 那你就连接这里的 VE 就可以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放大模型，我们同样拖出来，然后这里加载放大模型，就是这个放大模型，我之前那个视频同样那个就是高清修复的那个放大图片的那个工作流，我同样讲过这个模型，我这里就不讲了。然后这里我们就选择你想要的模型，这里我只放了2个，然后就选择这个。然后这后边这个参数我们也改了，然后这后边这里图像我们输出这个图像放大输出，对吧？然后同样的这里新建节点，然后这个 Video Helper Suite 这个里边，然后有个视频合并，我们同样这里我把它放到这里来，就好跟这个对比。然后这里输出的这个地方，我们同样改成 MP4 的一个格式。然后其他我们就不动，其他我们都已经填好了，就是之前第一套工作流填好了，然后我们直接运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稍微等一下，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就是组，这个组我们就写一个放大吧。这个地方还在运行，大家稍微等一下。然后我们把放大的这几个节点，我们都把它就是换一个颜色，就是让它更好区分，这个是我们放大所需要的一个节点，对吧？我们先选中一下吧。色我们选一个这个青色吧。这儿还有一个输出的，就是放大过后的那个。
稍微排版一下。好，这里生成了，我把刚刚等待的时间截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放大看一下，就是这2张图的一个对比。稍微来说，这一张图它会更清晰一些，比如说你看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然后颜色的话，个人感觉的话还是这边我喜欢冷色调，当然这个是暖色调，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这个是使用放大插件的时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也忘了就是去改，因为我忘了使用了这个统一上下文的这个节点，使用了这个节点。你要使用这个节点的话，那你的这个就是超过了24或者是32帧，那你要使用这个 ControlNet 的一个应用的话，就不能使用它自带的，要使用高级 ControlNet 那个节点，也就是说要使用这边就是这个节点，就是这个高级 ControlNet 的这个节点，然后你需要重新去下载一下，就是这个使用是差不多的，就是这块。这个是放大方法，当然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放大方法，大家下来都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